五胡十六国时期，最为仁慈的帝王苻坚是如何继位的？他为何自降帝号为大秦天王？他又是如何覆灭前燕，建立起强大的前秦政权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大秦天王苻坚继位及前燕政权覆灭。356年，慕容恪率军渡过黄河，与段堪率领的3万大军在济水之南展开激战，最终段堪战败后投降，段齐灭亡。357年，慕容俊将都城迁往邺城，3年之后病逝，年仅11岁的太子慕容伟继位，慕容俊的弟弟慕容恪辅政。在此期间，慕容平率军攻打张平、滨州的100多座城池，投降前燕。接着，慕容恪和慕容垂率军攻打洛阳，攻占了洛阳和许昌等地，标志着前燕政权获得了中原的控制权。就在前燕政权高歌猛进、称霸中原的时候，由于慕容恪的病逝和慕容平的掌权，前燕政权逐渐开始没落。慕容恪病重的时候，举荐自己的弟弟慕容垂接替自己，但慕容伟没有听从，而是将不满10岁的弟弟慕容冲任命为大司马，掌管兵权，真正的实权则落在了慕容平的手中。369年，东晋的大司马桓温率领5万大军从姑蜀出发，前去征伐前燕、姑蜀及今天安徽省当涂县。慕容伟得知后，立即任命慕容立为征讨大都督，调集2万大军前去迎战，双方在黄须及今天河南省兰考县东南展开激战，结果燕军全军覆没，慕容立独自逃回了邺城。慕容伟非常惊慌，连忙派遣自己的哥哥慕容臧率军抵抗，但是桓温的大军势如破竹，慕容臧招架不住，只能节节败退。7月，桓温率领大军进驻方头，即今天河南省浚县东南的祁门渡，距离邺城已不过100里。皇帝慕容伟和太傅慕容平惊慌失措，准备放弃邺城，将中原之地拱手让给桓温，然后退往前燕的旧都龙城。可是慕容垂实在无法忍受，请求率军迎战。虽然慕容伟和慕容平忌惮慕容垂，但此时已经是万不得已了，只能让慕容垂率领5万大军前去迎战桓温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派人前往前秦，以割让虎牢关以西的土地为代价，请求前秦出兵支援。慕容垂率军到达方头后，与桓温试探性地打了几次小仗，逐渐稳定了军心。接着，他率领主力牵制桓温，让弟弟慕容德率领15000名骑兵前去攻打石门的元贞，结果元贞战败，晋军的粮道被毁。9月，晋军的粮草即将耗尽，得知前秦的援军即将到达后，桓温只能下令撤军。慕容垂得知后，将所有步兵留下，只率领8000名骑兵跟随，并与晋军保持距离，一直跟随到襄邑，即今天河南省睢县的时候，才与弟弟慕容德东西两面夹击晋军，晋军大败，死伤了3万多人。至此，桓温的北伐彻底失败，前燕的危机得以解除，慕容垂声威大振。然而，慕容垂的成功激起了慕容平的嫉妒，他与太后密谋，准备将其诛杀。慕容垂无奈，只能逃往了前秦。此时，前秦的皇帝是苻坚，他早就想图谋消灭前燕了，但由于忌惮慕容垂的威名而未敢出兵。没想到慕容垂竟然投靠了自己，因此苻坚非常高兴，亲自出城迎接慕容垂。那么，苻坚是如何继位的呢？355年，苻建的病情加重，卧病不起多日。侄子苻京以为苻建已经驾崩，率领士兵冲入东宫，准备刺杀太子苻生之后自立。苻建得知后，强撑着病体登上端门。苻京的部众发现皇帝未死，纷纷丢下武器四散奔逃，苻京被处死。6月15，苻建驾崩于长安城的太极前殿，年仅39岁，太子苻生继位。而苻生是天下少有的暴君，他日夜狂饮，连着数月不肯上朝，每次喝醉之后必然杀戮无辜之人。他喜欢观看男女淫亵，饮酒的时候经常让后宫的佳丽与大臣们裸体交欢。他还喜欢活剥了牛羊驴马之后看着他们奔跑，后来竟然活剥死囚的脸皮，并且让他们挂着脸皮跳舞。每次接见大臣的时候，他便命人将铁钳和钢锯摆放在跟前，并让侍从们借上弦，刀出鞘，看谁不顺眼就无缘无故的当场杀害，导致朝中人人自危。357年，
姚义仲的儿子姚襄联合前秦境内的羌人，准备图谋关中，苻坚便率军前去抵抗。姚襄战败后被杀，姚襄的弟弟姚长率部投降。然而战争结束之后，有功之臣未受褒赏，反受侮辱。姚襄的旧部薛赞和权益便怂恿苻坚取而代之，但苻坚觉得自己实力不足，不敢轻易动手，只能秘密谋划。苻生听到风声后，便对身旁的侍女说：“苻坚不可信赖，我明天就把他给除掉。”苻生熟睡之后，侍女便将他说的话密报给了苻坚。苻坚得知后大惊，连忙召集数百人冲进了苻生的王宫。苻生的宿卫们早就仰慕苻坚而痛恨苻生了，因此他们毫不抵抗。苻坚便带人冲入宫殿，将醉卧床上的苻生给幽禁了起来，史称云龙门之变。之后，苻坚在群臣的劝进之下即位，他自降帝号，称大秦天王。苻坚即位后，整顿吏治，惩处不法豪强，实行与民休养的政策，使前秦的百姓温饱，而盗贼减少，国家府库也逐渐充实。他广招贤才，提拔了一批精明廉洁的汉族士人参与朝政，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寒门出身的王猛。358年，前秦的很多地方遭遇大旱，苻坚便减少自己的膳食，撤销歌舞，皇妃以下的宫女不准再穿绫罗绸缎，改换布衣，文武百官也相应的减少俸禄，减免部分租税，停止征派徭役。同时，他下令开发山林，解除河流湖泊渔业的禁令，使百姓可以共享。因此，前秦虽然遭遇了大旱，但并没有引起饥荒和灾难，国力逐渐开始强盛。359年，铁服匈奴的首领刘卫辰派遣使者请求归附前秦。当时人们将匈奴和鲜卑的混血称之为铁服，因此他们的部落便以铁服为号。刘卫辰成为铁服部首领的当年，便派遣使者归附前秦，请求苻坚在内地给他们划拨耕地，苻坚便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从此，刘卫辰便进入关内定居，他们春天来，秋天走，每年给前秦祭献供奉。369年，前燕的慕容垂因为被慕容平排挤，投靠前秦，苻坚得知后非常高兴，亲自前往郊区迎接，对其极为礼待，封其为冠军将军、宾图侯。黄甫真得知慕容垂逃往前秦后，便对慕容伟说：“慕容垂外逃，犹如伍子胥般的祸患啊！他一定会为前秦出谋划策，我们应该提早考虑对策。”慕容伟连忙召来慕容平商议，结果慕容平不屑地说道：“秦国家小势弱，还要仰仗我们的支援，而且苻坚施行的是善道，肯定不会听从叛臣的计谋，你们就不要自找烦恼，激起敌寇的侵犯之心了。”慕容伟便听从了慕容平的建议，不对前秦设防。结果当年12月，苻坚便以慕容伟违背诺言，没有将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前秦为借口，出兵攻伐前燕。他派遣王猛和邓羌等将领率军攻打驻守金庸城的慕容柱，驻守荥阳的慕容臧得知后，立即率军前来解救，与王猛的部将在石门展开激战。结果慕容臧大败，死伤了1万余人后退走，慕容柱只能举城投降，洛阳也随之陷落。接着王猛便率军向晋阳进发。慕容伟得知后，连忙派遣慕容平率领30余万大军前去抵抗，但是由于他害怕王猛，大军到达陆川后便驻扎了下来。很快，王猛的大军便到达陆川，与慕容平展开了对峙。慕容平认为王猛的大军深入敌境，前后没有援军，速战速决反而对他们有利，因此他准备用持久战拖垮王猛。而慕容平接下来的操作堪称经典。作为燕军统帅的他，竟然在两军对垒的前线阵地上开始敛财。他将陆川一带的山林权责全部据为己有，百姓和士兵如果想要砍柴和打水，都必须给他交钱。不多时，他积攒的钱财和丝帛就如丘陵一样高，大军顿时就精神懈怠，丧失了战斗力。随后的战争可想而知，王猛率军发起猛攻，前燕的30余万大军惨败，死伤了5万多人后，慕容平只身逃回了邺城。王猛则长驱直入，率军直逼邺城。这时苻坚也亲率10万大军赶来，与王猛共同攻打慕容伟。随后前燕的散骑侍郎徐渭等人打开城门，前秦的大军便涌入了邺城。
慕容伟与慕容平等数十人出城逃跑，逃到高阳的时候，慕容伟被前秦的将领巨武擒获。苻坚让他返回皇宫，率领文武百官正式出城投降。苻坚封他为新兴侯，任命为尚书。慕容平则逃往了高句丽，被高句丽送还前秦。苻坚任命他为范阳太守。同年12月，苻坚将慕容伟和王公大臣以及4万余户鲜卑人迁徙到长安，前燕彻底灭亡。那么，苻坚是如何攻灭钱粮和仇池以及代国的？统一北方之后，为何要发动淝水之战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